你身边有摩羯座的朋友吗？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摩羯座的人？你知道摩羯座为什么容易感觉到孤独、没有安全感？在工作时，他们特别坚持原则，重视纪律，常常会在工作中表现出迷人的魅力。但是他们在面对爱情时，却不懂得浪漫情趣，总是直球对决。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个性？强烈建议你，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你就会了解摩羯座为什么是这样个性的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们、点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期精彩的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希腊神话中有位长相十分丑陋怪异的牧神潘恩。他和其他希腊众神长得不太一样，没有英俊的外表，清秀的脸庞，反而长得和山羊一样。潘恩的父母长得俊秀与美丽，他们纳闷怎么会生出丑陋不堪的儿子。于是潘恩从小就被抛弃在偏远的森林里，独自生活，自给自足，独自一人长大。希腊众神也因为潘恩的长相选择排斥他，不与他来往。因此，摩羯座的人会常常感觉到空虚、寂寞、冷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你看看其他人怎么对待他，就知道原因了。宙斯便指派潘恩掌管整座森林，成为了山林之神，并且交代他完成3样指定的任务：一、牛羊不可随地大小便；二、森林里面的动物不可互相抢夺地盘；三、每天夜晚要演奏晚安曲给他们听。刚开始，整座森林是杂乱无章，毫无秩序可言。但是经过潘恩全心全意投入改善，重新订立规矩以后，大牛小羊都会排队上厕所，森林里面的动物们都会和善的在一起玩扮家家酒，也不会随意争夺地盘了。最后，每天夜晚，潘恩会用擅长的排笛吹奏晚安曲给所有动物聆听。在他演奏时，他将登峰造极排笛演奏幻化成优美动听的音乐，让森林里的动物听得如痴如醉，感动不已。说到这边，你就知道摩羯座的人为什么在工作时，一旦全心全意投入，就会散发出迷人的魅力。森林里夜晚的演奏会，不断有牧民前来聆听，连最美丽的水精灵席林克斯也深深着迷潘恩的演奏。有一天晚上，席林克斯又前往潘恩的演奏会现场。演奏会结束后，席林克斯下定决心想见演奏者一面，当面向他表达爱慕之情。于是他等到天亮之后，询问其他动物，找到潘恩住处。席林克斯在屋外便呼喊潘恩的名字。潘恩从屋里走出来，好奇地询问席林克斯：“你找潘恩有什么事吗？”席林克斯看见丑陋的男子走出屋外，顿时之间感到害怕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很欣赏潘恩昨天晚上的演奏，想要更进一步地了解他。”潘恩看见如此美丽的席林克斯，便一见钟情地喜欢上他。又听到他这么说，急忙地对着席林克斯说：“我就是潘恩，我很喜欢你。”席林克斯难以相信眼前丑陋的男子竟是潘恩，于是迅速地向潘恩说了一句话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不如不见，告辞。”于是席林克斯使用手刀方式冲刺，迅速逃离现场，留下一脸错愕的潘恩。像我也是摩羯座的人，在面对爱情的时候，我认为直球对决没有错，但通常没有对的时候。在不久之后，众神之王宙斯
在奥林帕斯山的一座湖泊边举办了一场音乐盛会。在众神和阿波罗的大力推荐之下，他们邀请了潘恩前来湖泊边演奏排笛。另一方面，也邀请了最美丽的水精灵席林克斯前来伴奏。当宴会进行到一半时，主持人拿着麦克风邀请潘恩上台演奏他的成名曲。当潘恩正准备演奏的时候，宙斯的死对头提丰出现了。提丰在宴会中大肆破坏，而众神都明白自己不是提丰的对手，纷纷变成动物逃窜。正当提丰要攻击伴奏的席林克斯，这时候潘恩奋不顾身将席林克斯抱起来，四处逃窜，躲避提丰的攻击。潘恩不慎脚踏进受诅咒的湖泊之中，凡是只要踏进湖泊的生物都会变成鱼类。潘恩将席林克斯举得高高，不让他沾染到受诅咒的湖泊水，而自己下半身却慢慢变成了鱼尾巴。就这样带着席林克斯逃走。摩羯座就是这样，遇到介意的人他就撩下去，爱就较脏死。在提丰离开之后，宙斯为了纪念潘恩的才华与勇气，便将他半羊半鱼的模样放上了天空。这便是摩羯座的由来。摩羯座的人大约出生在每年的12月22日到1月19日之间。人们常说，摩羯座的人在工作与生活上是个脚踏实地，并且有刻苦耐劳的特质。对于想完成的目标，都会一步步的规划，并且去执行。但又有人认为摩羯座的人太过现实，不够乐观，不善沟通，悲观，外表冷漠严肃，不易亲近。你身边有摩羯座的朋友吗？或者你也是摩羯座的人？关于摩羯座还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是我们没有提到的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们。我是这期主讲人翔宇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不错，请订阅我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失每期精彩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对于你的朋友有帮助，请分享或转发给他们。故事教会我们的事，我们下次见。